你還記得你35歲的時候在幹嘛嗎？是忙着還房貸，還是已經習慣了每天對着討厭的老闆點頭哈腰？今天老頭 Z 我要帶你看的這部電影，講的是一個35歲的阿伯，竟然跑去挑戰時速150公里的快速球。如果你覺得這只是唬爛的迪士尼雞湯，那你就錯了，因為這他媽居然是真的。這部2002年上映的《心靈投手》在 IMDB 上有7.1分。在那個還沒有 AI 生成、沒有漫威霸權的年代，它靠的是扎扎實實的人格魅力。老頭自己第一次看的時候還年輕，只覺得棒球真帥。但到了這個年紀再回頭看，那種感覺就像是被人狠狠地往胸口塞了一顆快速球，悶但是爽。這部片目前在 Disney 加上還看得到。如果你還沒看過，恭喜你，你的眼淚有地方去了。故事的主角叫吉姆·莫里斯，由當年的熟男天才丹尼斯·奎德主演。他在德州的一所破高中教科學，順便帶棒球隊。說直白點，他就是個每天在實驗室和球場之間消耗生命的中年男子。他的球隊爛透了，爛到連對手都懶得嘲笑。但老頭 Z 我看片這麼多年，最喜歡的就是這種看起來快死掉，內心卻還有一絲火苗在燒的小人物，這才是人生的真實寫照啊！老頭 Z 我一定要吐槽一下，現在的勵志片动不動就燃到爆炸，各種慢動作加配樂。但這部片很克制，導演約翰·里漢考克沒有亂用濾鏡，他把德州的燥熱和那種這輩子就這樣了的絕望感拍得很到位。對了，如果你喜歡看那種什麼都沒有，只剩夢想可以啃的熱血故事，一定要訂閱老頭 Z。我這輩子沒什麼長處，就擅長把這種埋在土裡的珍珠挖出來給你看。很多人會問老頭，這種老掉牙的勵志片有什麼好看的？我跟你說，經典之所以是經典，是因為它觸碰到了我們最深處的恐懼，那就是錯過。吉姆年輕時曾是職業選秀的希望，卻因為肩膀受傷而被迫放棄。這種如果當初我不受傷的遺憾，是不是聽起來很耳熟？就像你當初如果沒為了穩定去考公務員，現在會不會在某個舞台上發光發熱？這部片最屌的地方在於，吉姆他沒想過要付出，他只是想激勵他的學生。那些屁孩整天在場上夢遊，吉姆為了讓他們認真打球，居然立下了一個賭約：如果球隊贏得區域冠軍，他就去參加大聯盟測試。老頭 Z 心裡就在想，這阿伯你也太髒了吧，這簡直就是拿自己的社死來賭這群小孩的未來。這就是我們這章要聊的核心，說到做到到底有多難？這章我們來聊聊什麼叫說話算話。結果那些學生居然真的打贏了，吉姆這下慘了，他一個35歲孩子都生了3個的阿伯，真的要去參加測試。老實說，這在現實中簡直比中微利彩還難。但老頭 Z 我看這段時真的被那種既然說了就要做的憨勁給打動。這不只是為了棒球，這是為了在孩子和學生面前證明你老爸不是只會動嘴的小丑。他在測試會場帶着3個小孩，穿着破舊的運動服，混在一群18、19歲的小鮮肉中間。你能想象那種尷尬嗎？全場都以為他是來幫小孩報名的，但當 He 站上投手丘，手起刀落一記火球噴出去的時候，全场都靜止了。98英里，那是將近158公里的時速啊！老頭 Z 我看到這裡真的起雞皮疙瘩。這不是什麼特異功能，這是被生活壓抑了10幾年的靈魂在咆哮。但現實不是童話故事，你以為投得快就能進大聯盟？你得從最低階的小聯盟開始打起，薪水低得可憐，還得跟一群比你小10幾歲的屁孩擠爛校車。這就是這部片想表達的第一個重點。追夢不是只要熱血就好，它是一場關於代價的交易。吉姆面臨的是要把老婆小孩留在家裡，自己跑去各個鄉下小鎮流浪。如果你是他的老婆，你會支持他，還是想叫他趕快回學校教書？老頭 Z 我之前一直覺得吉姆老婆不讓他再去很自私，但我後來懂了，其實最自私的是吉姆，他是在拿全家人的穩定去賭自己一個人的圓夢。這不是勵志，這在很多人眼裡根本是失職。想象一下，你現在就是吉姆，你站在德州的公路上，一邊是破舊的家，另一邊是看不見盡頭的球場路，你的手在痛，你的存款在縮水，所有人都覺得你瘋了，你為什麼還不放棄？是因為那個18歲的女孩在腦袋裡尖叫，還是因為你不敢面對那個失敗的自己？電影透過這種拉扯，讓那種熱血變得很沉重，但也變得很真實。這張老頭自己想強調的是誠信這件事兒。吉姆對學生說，如果你沒有夢想，你就什麼也沒有。這句話很多人會說，但能真的把自己推落懸崖去實踐的人沒幾個。這部片把誠信從一種美德提升到了一種救贖。如果不去試這一次，吉姆這輩子都會是那個滿口大道理，內心卻已經哭死的老教練。你呢？你對自己承諾過什麼還沒做的事兒嗎？好了，誇完了還是要來噴一下老頭 Z 我說話直。這部片畢竟是迪士尼拍的，那種所有事情最後都會完美解決的氛圍真的有點重。
老實說，片中那種父子衝突的戲碼寫得真的太公式了。他爸爸是個死板的軍人，從小不鼓勵他打球，這幾乎是所有美式勵志片的標配。我在看最後父子大和解的時候，雖然眼眶紅了，但腦子裡卻在翻白眼，一定要搞這一出嗎？特別是電影中段在敘述他在小聯盟受苦的過程，真的太慢了。老頭 Z 這種急性子的人，在看他坐大巴住破旅館打不出成績的那一段，真的幾次差點把遥控器按快進。我覺得導演想表現煎熬，結果卻把觀眾也搞得很煎熬。明明100分鐘能講完的事兒，硬是拖到了2小時。如果你是那種看慣了快節奏神作的人，這段你可能會覺得在看老人過馬路。還有一點，就是電影對主角現實困境的描述還是太乾淨了。你是說一個中年男子拋棄妻子去打球，家裡真的沒出大事嗎？電影把老婆的退讓寫得太理所當然了，給人一種只要你成功了，家人的犧牲都是理所應當的錯覺。老頭 Z， 我覺得這點很不健康。如果在現實中，這大概率是以離婚收場的。這就是好萊塢，他給你夢想的果殼，卻把夢想的臭味給過濾掉了。不過，雖然老頭 Z 愛吐槽，我還是不得不承認，這部片的轉場和意象用得很美，像是他在德州的平原上對着空曠的公路投球，那個畫面感真的很強。這就是技術上的優點，他用場景的寬度來表現主角內心的廣度。雖然節奏拖沓，但這些漂亮的鏡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補救了敘事的死板。如果你能耐者性子看完中段，最後那場大聯盟首秀的爆發力才會完整。另一個亮點是配樂，這部片的配樂非常有德州風味，有一種乾渴中帶着希望的感覺。每當那種吉他撥弦聲響起，你就知道老頭子又要開始感動了。雖然劇情公式化，但導演在氛圍營造上確實是個老手。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讓全場安靜，只剩下球摩擦手套的聲音，那種純粹的聲音，有時候比10000句台詞都還有力量。這也是為什麼老片值得一看的原因，他們不靠特效，靠的是扎實的情緒設計。最後我要說，丹尼斯·奎德的演技救了這部片。他沒有演成一個英雄，他演的是一個怕自己已经死掉的普通人，那種眼神裡的閃躲、自卑到最後的坦然，這不是靠劇本，是靠演员的人生閱歷演出來的。如果你看完了覺得這片普通，那我只能說，你可能還沒體會過那種被生活磨平了稜角的痛。老頭 Z， 我看的是演員的靈魂，而非只是故事的皮毛。影片最後，吉姆終於登上了大聯盟的投手丘，他投出了那一球，完成了他18歲時沒能完成的夢想。但老頭 Z， 我最感動的不是那一球，而是他賽後走出球場，把那顆留作紀念的球送給了他的爸爸。那一刻，那個一直困擾他的父子隔閡，在那顆小小的棒球面前瓦解了。這才是電影真正要表達的核心。夢想不是為了讓你看起來很屌，而是為了讓你跟這個世界、跟你愛的人達成和解。這部片告訴我們，最重要的不是你最後有沒有在大聯盟混下去。事實上，吉姆在那之後只打了1年多就退役了。重要的是，你重新找回了那個敢跟命運嗆聲的自己。如果你這輩子都在為了別人的期望而活，那你永遠都是個殘缺的人。吉姆透過這一場豪賭，填補了內心那個巨大的黑洞。雖然代價巨大，但老頭 Z 覺得這筆買賣對他的人生來說賺翻了。現在你回頭看看你自己的生活，你是不是也有一個被你塞進抽屜底層已經發霉的夢想？你也許會說，老頭 Z， 我沒他那種才華，我也沒那個體力。但我跟你說，電影要表達的重點從來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大聯盟，而是每個人都有權利再試一次，哪怕只是去報名一場比賽，哪怕只是重新拿起畫筆。那種重新掌控人生的感覺，比什麼獎杯都重要。總結一下，《心靈投手》是一部披着體育皮的哲學片，他在問你，你的人生到底是由責任定義，還是由熱愛定義？老頭 Z， 我覺得最好的答案是兩者的平衡。這部片最溫暖的地方在於，當吉姆站在萬眾瞩目的投手丘上時，他意識到自己已經擁有了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，那就是在看台上為他歡呼的家人。原來夢想的終點不是巔峰，而是家。所以這部老片我不只推薦給棒球迷，更推薦給所有覺得人生已經定型的中年朋友。去看看吧，看看那個35歲的阿伯是怎麼在德州的烈日下把那個快要熄掉的靈魂重新點燃的。如果你看完後有那麼一點點感動，記得來留言跟我分享。我是老頭 Z， 一個看片無數卻依然會被真誠打動的老家伙，希望能一直為你在茫茫銀海中指引這些溫暖的光。如果換作是你，為了圓一個20年前的夢，你願意犧牲1年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去小聯盟領微薄的薪水嗎？是為了夢想奮力一搏，還是守護家人的現狀才是真的偉大？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選擇，我們下期見。